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你肯定会问缅甸安全吗？首先，电诈、内战、处在地震带，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因为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视频观点，然后有人是好心，有人是道听途说，但有人只是为了流量，所以片面的展示他想展示的那一面。我个人观点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你要从中立的角度去调查它，去研究它，去做好准备，然后想办法去做成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有计划去缅甸旅游，那下面这个视频对你一定有用。首先，签证、货币、电话卡、当地语言。对于中国人有落地签和电子签，申请电子签你可以预估个2到3天，因为要考虑周末它是不上班的。然后我还碰到，因为我在缅甸待15天嘛，大使馆要求我把15天的住宿记录都发过去当然后来我是随便订了一个，然后直接取消了。落地签就很方便，你准备好资料，然后当天走。货币和电话卡的话，因为我是中国人，然后我在网上了解到，你可以加一个缅甸当地中国人的微信。直接打车到那边，他会直接帮你把车费电话卡之类的都准备好。然后汇率，不论你是用美金还是人民币，他会介绍一个大概100-200米的地方去换。电话卡他那边也会提供，价格的话也比你直接去外面随便问的价格要便宜一些。然后如果因为时间问题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联系这个人，那你可以在机场差不多换一些够打车的钱，然后直接到你的酒店就可以了。因为缅甸的特殊性，所以在黑市，所谓的黑市就其实是路边的一些兑换点，它的汇率要比关汇好像要高。我刚刚查了一下，差不多差了1倍的样子。然后不论你在哪边买电话卡，都记得这个电话卡一定要有号码可以打电话后面你会了解到它非常重要。至于语言，我碰到的缅甸人不讲中文很少有讲英文的。然后如果你用翻译器的话，我觉得翻译的正确率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可能低于50%。然后一旦你碰到一个会讲中文或者英文的当地人，那我建议你可以珍惜一下，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他们那边用的是Viber 吧。一般情况下你会到达仰光机场，之前那边是有个 Grab 的打车点的，但现在变成了罗雅，说是 Grab 的合同到期了，然后你可以去外面打 Grab。我当时柜台问了罗雅，然后手机上看了 Grab， 价格差的很少。然后仰光机场的 WiFi 非常差，而且它只允许你用30分钟吧，到期了好像还能续一次。仰光这个城市它是有公交系统，然后你也可以用 Grab 的。然后公交系统的话非常便宜，差不多不到1块钱，但是使用起来比较困难，对于新人的话。包括它自己有一个应用上面也不准，因为有的车次它不显示，有的车次路线它是错的。所以有一种方法是，如果你待的时间长，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在这里看到了这个车牌，然后你可能去别的地方玩，你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车牌，那这时候你通过它的 APP 就是看一个大概路线嘛，你可以选择说我坐公交车，但是因为考虑到它有几路车嘛，然后大多数是没有空调的，而且相对会挤一些。当然了，如果你时间多的话，还是考虑可以尝试一下。建议你打车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大概多少距离多少价格你需要记一下这个价格，因为以后会用到。包括你看完 Grab， 你可以直接问路边的车说到这里大概多少钱，行不行？缅甸的跨城巴士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你可以用谷歌搜索 JJ Express， 它的售票点和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买了票之后，包括它有自己的应用，你可以看大概的时间嘛。你可以在买票的时候咨询一下在哪边可以坐车到车站，然后比较大的一个车站叫苏雷帕沟的，从那边到就是我刚才说的出发车站的话，差不多打车还蛮贵的。我有试过用别的公交车到那个附近，然后下车直接走过去嘛，也可以，但是115路会更方便，因为它是直达。然后如果你从仰光坐车到内比都的话，在内比都是有2个汽车站的。我个人建议，可能你过完那个关口，就是有一个地方需要下车，然后去检查你的护照等等，包括本地人也需要下车。提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你用 Agoda， 包括你用谷歌搜一些住宿的话，其实在刚过完这个检查点之后是有很多的住宿的，这时候你可以选择直接下车，而不是说到达车站。当然老实说，你也可以在第一个车站到了之后再下车，因为好处是你到了第一个车站之后，你可以问一下别的售票点，就是比如说你还要从内比都去别的地方的话，这时候你可以问一下它的车票价格还有时间等等。然后打车的话，在内比都是没有 Grab 的，这时候你在车站可以直接问那些 tuk-tuk 到你的酒店大概多少钱。记得之前我说你在仰光打车要记一下价格嘛，这时候你可以知道大概的价格，并且还会便宜一些，因为它是 tuk-tuk 不是汽车。我碰到的情况还蛮好的，基本上他们开价会开得很低基本上不用还价就可以直接走了，你甚至可以提一些额外的要求。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我说的电话吗？在缅甸的话 Agoda 上可以订的酒店非常少，这时候你可以用谷歌搜索，然后看到电话直接打电话问一下它的价格。还有一点，就算 Agoda 有你喜欢的酒店，但是在 Agoda 上付钱和去店里面直接付现金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个接近1倍的汇率差。当然他们酒店算的时候可能会算的稍微没有1倍那么多，但是也蛮好的。如果你不问就去酒店的话，很有可能碰到这个房间卖完了。当然这和
我是地震之后1个月去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房间比较紧张。我提的小要求就比如说我说你稍等我一下，我去确认一下他有没有房间，然后你再走。然后还好我这样做了，因为后来没有房间，我应该换了有5-6个酒店，最后才在他的建议下找到的。然后其实他比约定的多送了我去了4-5个酒店嘛，所以我又多付了50%，并且有约说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早上快速浏览一下内比都，然后再去车站，因为内比都没有 Grab。然后你住酒店问酒店的话，基本上他们帮你叫的都是那个汽车，所以相对会贵一些嘛。然后我从内比都到曼德勒的话是坐了另一家车，在缅甸坐跨城巴士的话，不是每家店都可以接的 ，JJ Express 是首推的一家。不过当我从内比都到曼德勒的时候，他们当时没有那条线，然后后来我回仰光的时候，我又看到它的软件推送说现在有内比都到曼德勒的恢复营业了。曼德勒的话只有1个车站，然后在那边你也可以用 Grab 不过因为前面说的地震的原因嘛，所以它的酒店非常的紧俏。因为我当时买电话卡说不用充话费，所以跑了蛮多地方。后来我在路边看到一个卖手机之类的，我就在那边充了话费，然后能打电话之后，虽然很多电话打不通也是因为地震的原因，但是有了电话之后明显会方便很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跑过去发现他们不营业或者怎样。然后我记得当我在仰光和那个换钱的中国老板说我要去曼德勒的时候，他很好心的告诉我说那边地震灾情很严重，然后有瘟疫之类的，我很感谢他，但是我有带一些好的口罩之类的，有做好了这个准备。但实际上当我到了那边之后，其实除了个别的房子还是他的之外，很多都已经在慢慢的恢复了，也完全没有瘟疫这个说法。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说不是听别人说，当然我知道他非常好心然后的确房间也挺难订的，然后晚上整个城市几乎也是完全停电。碰巧我有去一家叫 Ostella 的民宿在网上还蛮出名的，那边帮我推荐了第2天呢环整个城市的旅游路线之类的。最后一站是从曼德勒到甘普，甘普也只有1个汽车站，也没有 Grab， 但是之前说的吧，你记大概的价格，直接在附近找个车谈一下价格，就直接可以送到你的酒店了。甘普有老甘普、新甘普，但其实那个路程还蛮近的，你可以在那边租电动车，价格还蛮透明的。如果你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有人推荐一个在山上的寺庙，那边的话租摩托车会好一些，因为我有碰到是因为他们定价政策的事情，他们说以为我要租的是日出的那个行程，所以大概累计骑行了20-30公里之后，我那个电动车就没电了，还好已经离酒店大概只有1公里的样子。而且甘普的停电也蛮严重的，那边不像仰光，仰光没电之后基本上稍微好一点的店它都有发电机直接就供电了，然后在甘普的话好像就默认的是这个时间段我是不供电的，包括酒店包括饭店也是这样子。所以推荐如果你要去玩，最好不要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选择去那边。然后从甘普回仰光的话，我是坐的 JJ， 然后我谈好价格去车站之后买票， JJ 说你酒店在哪边我们去接你，也就是说如果你订 JJ 的话，可以直接在线上 APP 或者电话直接跟他们订，然后到酒店来接你就可以了。总结一下的话，去缅甸签证要$50，然后它的住宿分2块，如果是比较平民的住宿，它其实要比泰国平民的住宿要贵，基本上在150到200人民币的样子。但是它的优点是你要住4星甚至5星的酒店会便宜非常多，可能在300到500之间，你就可以住到非常好的4星5星的酒店当然相对来说的非常好然后因为我个人认为缅甸被抹黑是非常多的，而且老实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亚洲人去缅甸旅游的都非常少，所以缅甸包括仰光相对来说都和外面非常隔绝，会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包括柬埔寨。你要问我还会去吗？像那个莱茵湖我也没有去，所以只要机会合适的话应该还是会去。不过如果你的时间有限的话，我个人还是会推泰国这类地方，因为毕竟安全旅游的前提是你需要做大量的前提准备工作，以及客观的去看待一些事情，并且做这些事情只是说防止一些可能的危险性。所以抛开这些不谈，如果你只是有限时间的话，可能还真的是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亚洲这边会比较方便好玩一些。如果你有什么补充值得分享的话，评论区留言咯，拜拜。